贫困生冒充我首富独子的身份，妈妈和青梅都站在他那边替他作证。我反手摇来奶奶后，他们却慌了。那天孤儿院门前，被我资助的贫困生林之遥，正一脸厌恶地看着我。你要是不让阿恒一起上车，我也不去你家了。我说到做到。若是换作从前，我恋爱脑附体，肯定会卑微退让。可惜不巧的是，我重生了。看着这对曾害我惨死的狗男女，心中铺天盖地的怒火化为嘴角一丝冷笑。那你就留下来陪你的心肝阿恒一起拦在这里吧，毕竟垃圾就该拦在垃圾堆。现场所有的人都瞬间僵在原地，毕竟上辈子我可是林之遥身边忠诚的舔狗，不仅求着他去我家住，甚至为了让他开心，和他一起来请魏恒回家做周氏的养子少爷。可这两人却在我生病后合谋害我性命，霸占了我的家产。那时我病入膏肓，林之遥挺着孕肚，带着魏恒叫嚣到我病床前。你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啊？要不是我怀了阿恒的孩子，你以为你有机会当我丈夫吗？魏恒搂着林之遥，笑得一脸嘲讽。我们瑶瑶怎么可能有你这个蠢货的钟？生出来只会是个……如今再看见这两人活生生站在我面前，我恨不得活撕了这俩，还想去我家，去地狱还差不多。魏恒原本高傲看我的神情，一瞬间有些慌乱，但很快恢复如常，睥睨我。周依林，虽然你家有钱，那也是你爸留下的遗产，用着你爸的买命钱摆大少爷的架子，有什么可骄傲的？要不是瑶瑶，你这种没脑子的纨绔少爷，我见一面都觉得浪费时间。上辈子魏恒也是如此拿腔捏调，我抛下脸面求他半天，才勉为其难的同意跟我们一起回家，鼻孔看人的样子，仿佛他才是真正的豪门少爷。我哼笑一声，把手里拎着的魏恒的行李箱扔到地上。前世我像是个仆人，为他鞍前马后的提行李，林之遥则跟他大摇大摆坐上我的车，仿佛他们才是少爷小姐。安顿好后，我满头大汗，刚想上车，林之遥却甩上车门。我最讨厌捍卫了，你别和我们一辆车了。林之遥向来对我没有好脸，他总是说我是拿你当亲近的人，所以说话才会这么直。但这样直的话，他没有跟他的好哥哥魏恒说过半句。被我摔开的行李箱散落出几件奢侈品衣衫，我用脚踢开2件。孤儿院条件这么好，还是某些人爱慕虚荣买的 A 货，一边鄙夷着金钱，一边又虚荣品牌。魏恒，你还真是又当又立。看着魏恒一张脸涨红，想要反驳，我给了他一个蔑视的眼神，直接打断他。我爸是意外身亡，可他留给我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，别人羡慕也只能干着急。看着他极度扭曲的神情，我压抑的心中喘过一口气。谁叫我命好，不像有些人生来就是被爹妈扔的贱命。想到魏恒上辈子就坐在我的床前，喝着属于我的补汤时，则一声挑剔：周依林，你都要死了，喝再多补汤也没用，我替你享用了，不必谢我。我恨不得现在就把他千刀万剐，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说罢，我转身要上车，却被林之遥一把攥住衣角，他脸色阴沉，张嘴就骂：周依林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阿恒？你赶紧跟阿恒道歉！我一把将他甩开，像是被脏东西沾边的厌恶。林之遥以为我又被他唬住了，言语越发不耐烦。你就不能把你的大少爷脾气收一收吗？说好了接阿恒回家，临时变卦，不就是因为阿恒帮我开了下车门吗？你要是这么自私、敏感、小气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反正我不可能让阿恒自己留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前世只要我稍不顺他们的心思，林之遥就会用离开逼我妥协。他以为是自己人格魅力让我离不开他，但我的步步退让其实全因爱意，眼盲心瞎。林之遥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我对他的爱消磨干净，如今他在我这儿就是一坨令人作呕的排泄物。我白了他一眼，学着他厌烦的语气：该看着办的人是你，是回我们周家继续享受富贵，还是留在这儿陪你的魏恒共苦？你随意。不过我想你这么重情重义的人，肯定不会没义气的丢下自己的好哥哥吧？林之遥被我反将一军，一时不知如何接话。一旁的孤儿院何院长突然插嘴：周依林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何院长既是孤儿院名誉院长，也是我们所在大学的校长，年薪1000万，而这些都是我周氏集团投建的，但他此刻却对我满嘴说教。周依林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手续都办清了，你又反悔，你想过这么做给别人添多大麻烦吗？都是20多岁的人了，还是这么不成熟？平时在学校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？赶紧收起你的少爷脾气，跟林之耀和我父亲意外身亡时，我只有10几岁，这么多年里，何文昌竟潜移默化的一直在我的人生中充当着男性长者的位置。久而久之，他好像真的以为自己是我长辈，可以随意训斥我了。此刻我看着他道貌岸然的脸，只觉滑稽，一声嗤笑。何院长，人都说端谁的碗扶谁的管，1000万的年薪是林之遥给你开，还是魏恒给你拿？是我周家在养你。上辈子我在林之遥这些人的影响下，形成了讨好型人格，处处退步忍让，
反被这些东西骑到头上。现在我就让他们知道，我周家的饭不能再硬吃了。何院长，如果你不能摆正自己的定位，嫌办什么手续麻烦了你，那你可以辞职，或者我开了你。说罢，在他们诧异的目光中，我摔门上车，吩咐司机开车。路上车行数退，我心中翻涌的怒火才渐渐平息了下来。想着离世的父亲，想着父亲一手建立的家业，狠狠给了自己几耳光。上辈子我恋爱脑晚期无药可救，对不起他们，这辈子绝不重蹈覆辙。可没想到办了几件事，刚回家，竟在家里看到了林之遥和魏恒，还有我妈陈昭梅，三人坐在沙发上，其乐融融，宛若一家。不等我开口，我妈起身过来给了我一耳光。欺负同辈，忤逆长辈，周依林，你简直给你爸丢脸！你以为在外面作威作福没人管得了你是吗？只要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狗仗人势的欺负人！先对瑶瑶和魏恒道歉，再去给何校长登门鞠躬。脸颊火辣迅速肿胀，林之遥扫我一眼，满是嫌弃，而魏恒则是充满挑衅。我用舌尖顶了下被打疼的地方，看着我妈，语气发凉。狗仗人势，我是周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，我本身就是士。倒是您不问青红皂白，为了几个外人打自己的儿子，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这个欠谁挨到谁到，马上让这些闲杂人等从我家滚出去！孤儿院建立的初衷是我爸为了给我积福报，所以小时候他们常带我去做义工。我喜欢追着林之遥跑，我妈则是对魏恒一箭投缘，甚至小时候就提出过想要收养魏恒，但那时我爸当即拒绝。他抱着我说：“我有依林一个乖儿子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领养个孩子？”我妈是依附我爸的金丝雀，不敢反驳金主，只能每次去的时候都尽力给魏恒多带些东西。魏恒箱子里的奢侈品就是陈昭梅送的。上辈子我为了讨好林之遥，提出要他收养魏恒的时候，他第一次对我笑得那么开心，但现在我绝不允许人渣再弄脏我的家门，我要他们滚出去。可魏恒却是无声轻蔑一笑，起身挽着我妈的胳膊，熟络的开口：“妈，他少爷脾气惯了，您别和他一般见识，我给您捶捶肩吧，气大伤身。”林之遥则是看着我，如同对下属宣布公告：“阿姨已经收养魏恒了，以后你和魏恒就是亲兄弟，你们都是周家少爷，以后别总想着压魏恒一头了。对了，以后魏恒也要去咱们学校念书了，学校里的人你也知道，都是势利眼，所以我和阿姨商量好了，对外就说魏恒是周家小儿子，一直养在国外，刚接回国。”说罢，他又挽住魏恒的手，甜甜一笑：“走，跟我去看看你的房间。阿姨可是特意让人给你腾出了周依林那间，那间是家里最大最像样的。”看着他们如此恬不知耻，我眉梢轻挑，叫停他们：“站住！谁给你们的狗胆，在我家这么放肆？”我把重音放在了“我家”2字上。魏恒眉头一蹙，两步到我跟前：“周依林，你也太不懂事了吧？妈都同意了，长辈发话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”一边的林之遥也跟着帮腔，哼一声：“周依林，我知道你是觉得魏恒太优秀，处处压你一头，怕我和阿姨都更喜欢魏恒，不爱搭理你，才这么横加阻拦的。但你这么跋扈，只会适得其反。”他盯着我的脸，撇嘴道：“让我们对你都更加厌恶。”说完，他眼中满是期待的等着看我受伤的表情，如同训狗。前世在他们轮番的情绪霸凌中，我原本开朗的性格变得敏感自卑，甚至自我 PUA， 觉得必须得得到他们的喜欢，我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。但其实我的人生哪里轮得到这些垃圾指手画脚？我暴毙回以嘲讽微笑，夸张的哦了一声：“行行行，那你厌恶吧，从我家滚出去，你爱怎么厌恶就怎么厌恶，干我屁事。”林之遥卡巴着眼睛愣在原地，魏恒眼神像是毒箭刺到我身上：“周依林，你这是想换个花招，让瑶瑶多看你2眼对吧？可我劝你还是见好就收，省得玩砸了收不了场，到时候又像狗一样哭着求瑶瑶多看你一眼，很丢脸的。哦，对了，反正你追瑶瑶从来都是没脸没皮，听说学校里大家都叫你舔狗少爷，真是给我们周氏丢脸。”林之遥在他的无耻理论中又扬起了高傲的下巴，仿佛看穿了我欲擒故纵的把戏。有些人就是生在钱堆里，也还是周身冒着便宜的气息，不像我们阿恒，走到哪里都是坦坦荡荡的惹人喜欢。我懒得咬狗，把目光落在没说话的陈昭梅身上。你就这么听着这些外人编排自己儿子？陈昭梅脸色青白，咬牙道：“什么外人？我都说了要认魏恒做儿子，你还这么嚣张，还骂也是你活该。”见我挑眉，他又紧接着说：“不过只要以后你跟阿恒和平相处，这个家总还是能容下你的。周依林，你爸走了，你世上哪还有亲人？我认下魏恒也是为了给你作伴，你少不识好歹。前世陈昭梅将我困在情感缺失的漩涡中，让我把他当救命稻草。可我被林之遥和魏恒故意开车碾压，对他求救时，他却在客厅放大了电视声，嫌弃我的惨叫扰了他看电视的兴致，又作伪证说我是吃醋发疯，无理取闹，自己往车轱辘底下钻，更是用周氏的律师团帮那2个杀人凶手脱罪。如今他还想故技重施，但我可不会再信他的鬼话。那既然妈你有了新儿子，那就跟你的新儿子一起从我家出去吧。陈昭梅提气要骂，我一记眼刀把他拖在原地。还有公司也不必要去了，毕竟周氏的一切是我爸留给我一个人的，不仅是这栋房子，周氏资产、公司的股份，我爸都留给了我。给陈昭梅的只有他房间里那一墙的奢侈品包和衣服。前世我未成年之前，一切资产由他代管，而我又困在他们设置的情感牢笼中，痛苦不堪，根本没想到资产的事。但我现在想明白了，人还是不能太贪心，我有钱就够了。回家之前，我已经去家族信托办理了接管，以后陈昭梅想要花周氏的1分钱，都得经过我的同意。我拍2下手，外面涌入2队保镖，把这几个垃圾都扔出去。林之遥和魏恒不明所以，还在叫嚣。
林之遥被人架起来，还不死心的对我喊：“周依林，这次你真的过分了，就算是你给我下跪道歉，我都不会轻易原谅你。”我啧了一声，立刻有人堵住他的嘴。魏恒则是放声怒吼着：“住手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周氏的少爷，是你们的主子，谁敢碰我，不想干了是啊！”对待男人，保镖们明显更为利落，一拳打在他脸上。魏恒吐出的血水里混着2颗牙。陈昭梅气得脸色发白的：“周依林，你敢对你妈这样，你一定会遭天谴的！你就不怕被万人戳脊梁骨，不怕被雷劈死吗？”他伸手刚要指我，指头立刻被攥住一撅，立刻传来嗷的一声惨叫，把他们扔出去。我又叫人把他们用过的东西一把火烧了。陈昭梅看着自己的奢侈品被付之一炬，竟哭着想冲进火堆想抢，被蒙在鼓里的魏恒拉住劝他：“这些东西他要烧就让他烧，妈，我再陪您去买新的。”而林之遥气急败坏的在门外对我跳脚：“周依林，你要想再让我原谅你，除非你把这堆灰都拼起来。”我吩咐保镖把这群狗叫的东西都给我扔到荒郊。当晚我是在父亲的灵位前睡着的，直到清晨醒来，我虔诚上了3炷香，郑重的磕了几个头。我总觉得是父亲为我换了这次重生的机会。那一夜，我在睡梦中痛哭，梦到父亲坐在我床边，温柔的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乖儿子，以后要好好活下去。”清早起来，顶着肿成核桃的眼睛看手机，发现学校大群竟然有对我的处分通知，对涉及周依林同学的网上举报，经调查核实情况属实，我校建校以来校风严禁，绝不允许此类恶性事件发生，更会对每一个在校学生一视同仁。现根据相关规定，学校研究决定给予周依林同学开除学籍处分。我正疑惑时，看到魏恒发来一个恶有恶报的表情包，还有一条链接，点进链接，里面竟是林之遥的实名举报。他一脸悲愤道：“我实名举报周氏集团周依林先生以前做事长期对我性骚扰。”面对镜头，林之遥言之凿凿地列举着我的罪状。我虽然出身孤儿院，但我勤奋刻苦，品学兼优，考入大学。周依林对我产生非分之想后，竟以学业威胁逼迫我搬进他家。这些情况学校同学都可以为我作证。周依林有着变态的占有欲，不允许我身边有任何异性，而且他心胸狭隘，就连他母亲和刚从国外回来的弟弟也被他赶出家门。我再也忍受不了周依林这样的精神凌辱了，所以我就算是拼上多年的学业，未来的前途也要让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视频被人头流做了切片，传得人尽皆知，底下的评论水军混杂，控制着舆论导向。短短几天，周氏、周依林强行包养女同学，生母幼弟当作假想敌等等博人眼球的关键词频频冲上热搜。而学校官博也在此刻发出关于我处分的通知，更是将我推上风口浪尖。很多批评评论纷纷跟风。周依林我们学校的，人家林之遥对他没意思，非得热脸贴冷屁股。周大舔狗也有今天，哈哈，活该。周依林什么时候有弟弟了？他不是周氏独生子吗？楼上一看就是冒充的校友，周氏集团隐藏的小少爷，人家一直在国外长大，最近刚接回国来我们学校报道了。周恒嘛，最近总是在林之遥身边的那个。听说林之遥对周恒一见钟情，但是周依林死攥着人家不放，真不要脸。我也听说了，把亲妈和亲弟都赶出家门，真想撬开他脑子看看，又怕被屎崩一身。我一条条划过恶评，如同看一件无关紧要的事，重活一世。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人的目光，但也绝不能任由他们泼脏水。魏恒改了姓，作为周氏小少爷，进了学校，每参加活动被人问起，就会做出黯然伤神的状态。我哥他从小就嫉妒心特别强，他威胁爸妈说家里只能有他一个孩子，还扬言要掐死我。瑶瑶说的没错，我哥的确性格有缺陷，我爸妈也实在是害怕他对我做出什么偏激行为，才把我送到国外。就连爸爸的车祸意外，也是因为那天和我哥吵架开快了车。我们本来以为他大了就会懂事了，而且妈妈和我分别多年，彼此饱受思念之苦。可没想到我刚回来，我哥就怀疑我要和他抢瑶瑶。魏恒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，颠倒着黑白。林之遥则在一边帮腔：“是，我的确对周恒一见钟情，可那又怎么样？我是人，又不是他周依林买回家的包和衣服，我有我独立自主的人权。”这些话被添油加醋的再次放到网上。与此同时，陈昭梅也在自己的私人社交账号发布了一张她和魏恒的合影，合影中他们两人抱揽着彼此，脸紧紧贴在一起，配文：“都是妈妈没用，让我的宝贝儿子受苦了，以后妈妈只有你这一个孩子。”陈昭梅在网上向来以周氏娇妻的形象示人，风评很快转向我被周氏逐出家门，公司联系我说股票都受到了影响。3人成虎，当所有人都开始相信一个谎言的时候，谎言也就变成了真相。林之遥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周依林，这几天不好过吧？如果你吃了教训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过来给我们道歉，请我们回周家的话，我们也不是不能考虑原谅你。”一边的魏恒聒噪：“周依林，我劝你还是知错就改，不然周家以后怕是只有我这一个少爷了。”我没听完他们的狗吠，直接挂断电话，想玩那就陪你们玩玩。随即周氏官博发出一条消息，金丝雀能下几个蛋未可知，但周氏从来只有一个继承人周依林。我转载了这个条消息，并同时宣布下周5晚8点，周氏直播间带您一探真假少爷的真相。这条消息被直接顶到爆。直播前夕，我接到陈昭梅的电话，满是质问：“周依林，你究竟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周氏是我和你爸的心血，我绝不能看着他毁在你手里。”我坐在集团总裁办公室的老板椅上，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周氏的旗号，一直做跳梁小丑的不是你们吗？周氏是我爸的心血，你一个每天就知道买包摆阔的金丝雀，就别给自己贴金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从周氏账上偷转移的那些钱，我已经都搞清楚了，
等着律师函吧。说罢，我挂断电话。这么多年，我虽然恋爱脑入骨，可学习其实一直没有拉下。毕竟小时候我可是跟着我爸一场场商战走过来的，耳濡目染，刻进骨髓。现在我身边没了这帮拖后腿的垃圾，我商课实战双结合，公司事宜上手飞快。我用手里周氏的股份拿到话语权，把这么多年来陈昭梅安插进来的人一个个拔出去。他们沸沸扬扬打舆论战的时候，我已经将周氏彻底握在手中，下面就该是我主导风向了。直播如约而至，开播后不到1分钟，断层式登顶，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长。我看人数差不多了，一句废话没有，直接拿出魏恒当初在孤儿院的记录。和文昌这个院长拎不清，可院里总有人知道自己拿的是谁的工资。而且我还提前联系了魏恒之前的同学，跟他们连线帮忙作证。魏恒虽然住在孤儿院，但在陈昭梅的授意中，一直都是在校外贵族学校上课，生活奢靡，出手阔绰。周恒，不魏恒，和我初中一个班，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那时候他就是个小混混，经常伙同校外人员霸凌同学。这是我们的初中毕业照，刚刚展示完毕业照，另一个女孩就神情激动，脸含热泪的说道：“我是魏恒高中同学，也是曾被他霸凌过的受害者。就因为他当时的女友欺负我时，我反击了，他就找人把我拽到卫生间，殴打我，逼我喝马桶里的水，还拍了视频上传到网上。女孩撸起袖子，露出自己胳膊上的道道白痕。我被他们折磨到重度抑郁，多次想要自杀。女孩放出的视频里，魏恒在镜子中一闪而过的嘴脸，见之可怖。事实面前，网友们骂声一片。可就在此时，陈昭梅、魏恒、林之遥和文昌一行4人竟然来了公司，闯入了我的直播。他们强行入境。陈昭梅面对镜头，一脸悲愤。作为我先生的未亡人，作为孩子的母亲，我实在不能再让周依林用几段合成的视频找几个拖在这妖言惑众。恳请大家不要听信一面之词，也听一听我们的真相。工作人员询问我要不要中断直播，我摇摇头，在一边审视着他们表演。咱们先请何院长说一下情况。何文昌面对镜头，人模狗样。我是孤儿院的院长何文昌，也是这几个孩子现在所在大学的校长。相信大家上网都能搜到我的信息。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周依林所说都是谎言。周恒同学是周家的儿子，又怎么会在孤儿院长大？而且就周恒同学入校以来的表现，我相信他绝对是个有素质、有家教的好孩子。对比之下，周依林同学的人品才更为堪忧。他说的口水飞溅，指着我鼻子，情绪激动。你以为我是在为周氏工作吗？不，我是在为教育事业奉献。今天就算是你用周氏的名义把我开除，我也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：周依林，你品行不端，学校已经将你开除。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学生。他的慷慨激昂并没有消减弹幕中的质疑。这时陈昭梅拿出有力证据，播放了一段录像。这是我和周恒去3甲医院做亲子鉴定的全程录像，而这是我们的亲子关系证明。薄薄的纸上明确写着魏恒和陈昭梅是母子关系，陈昭梅的确是魏恒的母亲。这件事我上辈子直到死才知道。那时我飘荡在家中，看着陈昭梅叫人把家里一切属于我的东西统统烧掉，别让这些东西碍我宝贝儿子的眼。他甚至还请了人做法事，想要将我的灵魂永远困住，叫我永世不得超生。周依林，你活着当了一辈子周家独子，现在也该轮到魏恒了。亲子证明面前，网友们纷纷发出反转惊叹，指责我满口谎话，搭台唱戏演砸了，又骂我没人性，不仅气死父亲，更是逼得母亲弟弟多年不得相见。各种谩骂刷屏中，魏恒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哥，我已经因为你多年和父母分离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合成视频，找人做伪证，不就是想把我赶走，不和你争周氏吗？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的林之遥对我咬牙切齿，都是因为你，害得阿恒吃了这么多苦。现在你眼看着留不住我，就又打起周氏的主意。你和阿恒都是周家的儿子，再说还有阿姨在呢，周氏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陈昭梅则激动得浑身发颤，她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。当初你利用你爸对你的舐犊之情，用性命逼迫他提前立下遗嘱。你爸本来是打算安抚好你之后，再改遗嘱把公司给比你优秀几万倍的弟弟继承的。可你知道了这个消息后，竟然和你爸大吵，要死要活，导致你爸情绪激动，出了车祸。周依林，是你不顾亲情在先，如今也别怪我这个当妈的心狠。我不能看着你逼死你爸，再逼死你亲弟弟。有我在一天，周氏就轮不到你说了算。他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一声苍老却威严的声音：我儿子没了，周氏不由他的儿子说了算，难道由你这个外人说了算？陈昭梅惊恐地转过头，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我起身向前，恭敬地扶着老太太的胳膊。奶奶，您来了。奶奶宽厚的掌心摸摸我的头发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就赶紧叫家里的专机送我。乖孙别怕，有奶奶在，我看哪个不入流的东西敢欺负你。林之遥和何文昌不知所以，面面相觑。何文昌颇有这个私人团主心骨的意思，往前2步迎上来。老太太，您刚刚说周氏是您儿子的，您是周总的母亲，语气满是质疑。何文昌皮笑肉不笑，我们可没听说过周总有母亲，您不会是周依林雇来的演员吧？老太太，你可别图小钱趟浑水，这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不等奶奶发话，身后跟着的保镖立刻将她推开，而另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礼貌地将手里的文件一扬。先生想讲法律可以同我说，我是周氏律师团的代表，我手中有多份资料证明，当时周先生立下遗嘱时，周依林少爷只有3岁，是周氏唯一的继承人。而您，他转头看着已经满脸煞白的陈昭梅，李女士，您和周先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根本没有婚姻关系，当然也不具备继承的权利。我扶着奶奶坐好，奶奶眼神一压，陈昭梅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。奶奶冷笑一声，陈昭梅，让你给我孙子当了几年保姆，真当他是你儿子了？要不是我乖孙联系我，我还不知道你把他欺负成这样，谁给你的狗胆？
我站在奶奶身后，前世种种委屈涌上心头。我父亲本就出身豪门，他当初为爱逃婚，和家族反目。我的母亲不是陈昭梅，而是我父亲早逝的发妻。母亲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没能挺过去。在我3岁时，交际花陈昭梅为了爬上我父亲的床，故意展露出对我的喜爱，从而蒙蔽我父亲，拿到了一张长期饭票。父亲从不会把陈昭梅带回家族，却在每年过年都会带我去偷偷看望一次奶奶。考虑我当时的年龄，他们当时没有告知我真相。奶奶也见过陈昭梅一次，看出她并非善茬，但当时父亲说有她在，陈昭梅翻不出什么花。可前世父亲突然意外身亡，我误以为陈昭梅就是我生母，被他们玩弄于股掌，终日惶惶，竟然从没想过找奶奶求救。这辈子我重生后，迅速拿下周氏，并和奶奶恢复了断联。万幸老天终于怜我一次，祖母尚在人间，她曾多次派人想联系我，但都被陈昭梅从中作梗，甚至让人传话告诉奶奶父亲已死。我和周家一刀两断，父亲的家族名声要远高于周氏的名头。网友们很快就吃到了一手资料瓜，对奶奶的话毫不质疑。面对奶奶的威压和律师的证据，陈昭梅脸白腿颤，不敢再说一句话。林之遥面对困境，站出来企图继续引领舆论方向。别的不说，周依林的人品绝对不堪，她恬不知耻地缠着我3年，甚至在我数次拒绝下，依旧对我性骚扰。就算是你们周氏再有钱，也买不来干净的人品。我眼神向下看他，林之遥，你还真是端着碗骂娘啊！我打一个响指，立刻有人在官博发出我们这段日子收集的证据。看得吃瓜群众应接不暇，纷纷吐槽。林之遥说自己是孤儿，上的私立大学是周氏集团投建的。如果说周依林强制把他留在学校，我可以理解，那他去夜店花天酒地也是被强制的。我放出的照片里是多角度、不同夜店背景，无一例外的是，林之遥请他的小姐妹们喝酒时，一掷千金的模样。林之遥一边是金钱如粪土，一边把我的钱当废纸撒。我故意没有停掉他手里的副卡，就是为了抓到他更多的证据。而我派人打出来的刷卡记录也被放到网上，其中有夜店、奢侈品购入、星级酒店入住等等花销，金额之大令人咂舌。甚至还有他和魏恒画我的卡去购物，在酒店大堂开房、一路拥吻等等视频，时间地点和我的流水记录都能准确对应。我叫人做了一目了然的 PPT， 方便大家最直观理解。看得瓜友咬牙切齿。那个林之遥说周依林性骚扰他，我想知道他对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？用钱砸骂周依林，周少爷，我恳请您百忙之中骚扰我一下，我是少活好，有良心不咬主人。周哥，性别有时也不必卡得太死。林之遥这可真是癞蛤蟆敲门，恶心到家了。评论区一派滔天骂声中，魏恒神情激动地吼起来：不对，你们别都被周依林带偏了，就算我妈没有名分，我也是我妈和我爸的孩子。法律规定，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，周氏也该有我的一半，周氏也该有我的一半。他说着，径一个滑跪到我奶奶面前。奶奶，我是周恒，以前阴差阳错，咱们祖孙不得相见，今后我会比周依林对您好上千万倍。奶奶，我一定会孝顺您的。弹幕说，又有人开始说，虽然可恶，但的确如此。放在古代，一个外室生的孩子也敢在嫡子面前这么嚣张，可惜现在是法治社会。魏恒不服输的梗着脖子看我。周依林，你耍心机把奶奶藏起来做自己的靠山，可我身上流着的也是周家的血脉。奶奶看中的不是我们是哪个女人所生，而是看中的我们都有一个父亲。所以就算我妈没名分，我也该和你一样，依旧是周氏的少爷。你已经独享了多年周氏的荣耀，现在也是时候平分了。他说着，又一脸谄媚的看向奶奶。奶奶，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孝顺您的。奶奶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眼中满是亲昵。先别说周氏的周氏，我的姓氏，就算我老婆子真的像你污蔑的那样，是个封建余孽，只看重父权血脉，那也得有个前提，你得是我儿子的种啊。魏恒一张脸僵在原地。奶奶，您什么意思？我从上向下俯视他，眼中满是讥讽，意思就是你这个野种，别来沾边。奶奶示意律师出示证据，我父亲当初为了确保所有家产都是我一人的，早就做了结扎手术。看着魏恒地震般的眼神，我伸手指向何文昌，你爹在那呢。何文昌脸色瞬间煞白，他第一时间看向陈昭梅，言语慌张到忘记了遮掩，就这么在镜头前质问了出来。你不是说孩子打了吗？你不是说这是你和周总的儿子不敢让他知道才养在孤儿院吗？印象中我小时候，陈昭梅的确消失过几个月，当时他跟父亲说的是他要回老家去处理老人的丧事，现在想来应该就是月份大了瞒不住了，去生孩子。他是知道我父亲做过结扎的，这一切都是他计划好的。陈昭梅浑身颤抖着捂脸痛哭。魏恒如同经历晴天霹雳一般，不可能，我是周氏集团的少爷，我就是周总的儿子，我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是这个。他指向何文昌的手指都在颤抖，我轻轻弯腰抚在他耳边低语，可你就是这个生的儿子，就连这个自己都不知道，所以他才会在你小时候对你。魏恒，这是你的报应，我没有把这段事公之于众。童年的孩子是无辜的受害者，不管他长大后如何令人不齿，我们永远该责备的都是深进儿童衣襟里那只脏手。魏恒和何文昌两人心知肚明，却无一人敢说半字。魏恒情绪崩溃一般冲向何文昌，狠狠揍上他的脸，痛哭不已。何文昌突然像是疯了一样，推开捶打自己的魏恒，伸手掐住陈昭梅的脖子，你这个人，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是不是？你生下这个孩子，想领养未遂后，让我跟在周总车里做手脚，他死了就死无对证，人人都知你是他养的女人，只要你一口咬定这是你们的孩子，就可以继承周氏的财产。贱人，你他妈的害了我一辈子！前世我被林之遥、魏恒联手碾压死后，
魏恒有些害怕的问陈昭梅是不是真的没事。陈昭梅眉眼皆是一派冰霜，告诉他只要我们母子齐心，一定没事的。又不是第一次了，当初周总的事儿能过去，现在周依林的事儿也能过去。何文昌掐着陈昭梅的脖子往地上磕，把人摔得口喷鲜血，血溅了魏恒一身，烫得他惨叫一声，惊恐地拽着林之遥的手，瑶瑶，我可从刚刚被我用证据堵住嘴的林之遥一把将他推开，狠狠扇了他几个耳光。你跟你妈装周氏少爷骗我，让我放弃真正的周家少爷，跟你们这两只野鸡混在一起。魏恒，你敢这么坑我？你对得起我吗？他抓起桌上的杯子，狠狠摔倒地上，捡起瓷片，疯狂朝着魏恒的脸划去。我和奶奶在保镖严密保护中，冷眼看着这场混战，直到远处的警笛缓缓传来。陈昭梅被何文昌当场掐死。何文昌一次受人指使谋杀，一次激情杀人，两罪并罚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魏恒被林之遥毁了容，情绪受到了毁灭性打击，疯了，整天在街上游荡，疯疯癫癫地说自己是周氏少爷。某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他被一伙乞丐拖到了小树林，从此失去了踪迹。最后一次被人发现是在荒郊地里，衣衫褴褛，浑身是血，肚子破了个大洞，像是被猎狗掏了。林之遥故意伤人，被判了5年。他出狱时，我的周氏股价已经翻了好几倍，没想到林之遥竟然舔着脸又来找我。他跪在周氏集团门前哭嚎，以前都是我眼盲心瞎，看不出那两个贱人的诡计。周依林，这5年我想明白了很多事，人不该作践别人的真心。我想好了，今后我对你会一心一意的。周依林，原谅我无意犯下的错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醒悟，我现在醒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全心全意的爱你。周围路过的人都纷纷驻足，用手机拍下他的丑态发到网上。疯了的癞蛤蟆都不敢想的事儿，这婆娘就这么说出来了。我操，这不是5年前那个捞女吗？林之遥早已社死在现实生活中，他当初因我见了本不属于他的天地，由奢入俭，他再回不去了。但林之遥只在周氏门前喊了2天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奶奶问我把人搞去哪里了，我耸耸肩，您那个老姐们的孙子，最近我们不是在谈合作吗？他嫌烦，说要给林之遥介绍个工作。他说他朋友在泰国开了个店。我想着那些膀大腰圆的金主大哥，又想想瘦成排骨的林之遥，他永远都不可能再离开那里，活着的每一天只有痛苦受罪。我故作惋惜的摇摇头，相识一场，我衷心的希望他长命百岁吧，长命百岁，在人间炼狱赎罪。奶奶轻点我的鼻尖，你这个小机灵鬼，恋爱谈得怎么样？我说全凭奶奶做主。奶奶挑眉看我，你比你爸聪明。我依偎在奶奶身边，享受着从未有过的亲情温暖。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，只是我做过一个很可怕的梦。奶奶拍拍我的肩膀，轻声安抚，噩梦总会醒的。我点点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转世重来的机会，但每一个人都有从噩梦里醒来的机会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深陷噩梦，请你务必及时醒来，救自己于水火，千千万万次。